我在街上遇见了个要饭的算卦先生，一碗饭下肚，先生说我有凤命。我觉得先生即便为3斗米折腰，也折得太过了些，毕竟我只是个卖豆腐的。谁知道后来我竟真的做了皇后。我是西巷上一户卖豆腐人家的女儿，平生做过最大的梦，不过是那些状元郎、探花郎从街上打马而过时，能和我打个对眼。我娘总盘算着将我嫁给隔壁张屠户家的儿子。张屠户家有钱，他儿子生的膀大腰圆，是干活的一把好手。我若是嫁过去，一来不怕吃不上肉，二来做个正经老板娘，总比做个豆腐西施要好得多。可我不喜欢嫁给张屠户的儿子，因为我是个胆小的，不管他是猪血还是鸡血，总之瞧见血就害怕。大街东头有个秀才，不管风吹下雨，每日都要穿过长长的街来到我家买豆腐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我有点意思，每次这样跟娘说，我娘都要啐上一口。什么对你有意思？老娘看他就是个穷酸样，买不起肉，只好日日都吃豆腐。那咱家做豆腐卖，不也是天天吃豆腐？难道咱家也穷酸？哼，肉好吃还是豆腐好吃？自然是豆腐。啊，你傻呀你！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很期待秀才来买豆腐。豆腐2文钱一块，我只收他1文，还送半碗豆浆。剩下1文，我请他教我写字。秀才教的第1个字是我被这个字吓昏了头。我字都学不会，还怎么学做人呢？行吧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就这样，我当天点着油灯写到3更，才勉勉强强写出能拿出手的我。秀才教我的第2个字是人，我高兴坏了。人字一撇一捺，竟然这样简单。做人简单，难的是做我。好吧，你是秀才，你说什么都对。秀才日日都来，只在初一十五不来。我问他初一十五干嘛去了，他不说。总之，秀才要是考上状元探花就好了，以后他打马而过，就不会只是跟我打个对眼这么简单。我家甚至能打个招牌状元豆腐店，也说不清是哪一日，反正不是初一十五，秀才没有来。我等了他很久，守在铺子里，一直等到宵禁。他许是记错了日子。第2天，秀才还是没有来。一个人再怎么记错日子，也不可能记错2天。第3天，我用芭蕉叶包上3块豆腐，连半碗豆浆，穿过长长的街，到东头去，找到秀才家。秀才家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已经死了。我愣了愣，怎么会死了？他是为了春风楼的如意姑娘，跟人家公子哥打架，被打死了。春风楼的如意姑娘是花魁，只在初一十五挂牌接客。我听了，眼泪直往心里流。原来老娘说的对，秀才日日都来买豆腐，真不是对我意思，他就是穷酸，不仅穷酸，他还是个傻子。秀才瘦得像根竹竿，可不是被人一打就打死了吗？我把眼泪狠狠一抹，又跑到春风楼去。你一个不晓得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然也学公子哥点名要见花魁。如意姑娘正在里头接客，愿不愿意见你还另说，你且等着吧。我从天明等到天黑，脚都站麻了，才等到如意姑娘。她长得真好看呐，穿一身藕粉色衣裳，鬓边扎朵素白绢花，酥胸半掩，动起来的是一股兰香，直往人鼻子里钻。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衫，如意长成这样，难怪秀才喜欢。想起秀才，我又觉得难过。我是为秀才来的，秀才生前喜欢吃我家的豆腐，但他更喜欢你。这些东西本来是要送给秀才的，秀才死了没人要，连带半碗豆浆一起送给你吧。你且替他尝一尝，你要是喜欢，秀才泉下有知，想必也会很高兴。如意那双玉手染着胭脂色扣丹，腕上缀着翡翠绿镯子，骤然被塞上一捧豆腐，脸上的表情五味杂陈。他张了张嘴，怎么了？我心里难过，赶在他说话前跑了。在春风楼耽误这么半天，想在宵禁前回西巷，只有走小路。小路平静无人，我借着月光一路小跑，碰巧撞见月光下一群黑衣人拿刀围着一个白衣服戴面具的人。白衣服的显然十分厉害，黑衣服的一拥而上，也没讨到便宜，他们打得死去活来。我躲在墙角后面晕了又晕。一个黑衣人被白衣服一脚踹飞出来，刚好飞到我脚边，从他身子下面流出血来，血水蜿蜒成一条小溪，流到我脚下，打湿了我的布鞋。我忍了又忍，没忍过去，眼一闭，昏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人掐醒，只见打斗已经结束，黑衣人躺了一地，那个白衣服戴面具的被血染成了红衣服，正用剑撑着地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带我离开。我看着他那身血淋淋的白衣，又想晕。你现在还想晕吗？我用指甲狠狠掐了大腿一把。不晕了。我提着3块白豆腐出门找秀才，到了晚上，领回家一个穿白衣服血淋淋的男人。阿娘打开门，只瞧了一眼便想要尖叫，可是我已经忍身边这个血淋淋的忍了半宿。骤然见到阿娘，率先忍不住，抢先一步晕在了阿娘怀里。再醒来的时候，已是天色大亮，铺子没开张，阿娘在院子里泡豆子，西厢房里躺着那个白衣服的人。哦，不是白衣服了，他换了一身阿爹的粗布衫，只是仍然戴着银面具。我跑去院子里问阿娘怎么回事。昨天你昏过去以后，那个人跟娘一起把你搬到床上，你说说，你还没嫁人，他一个陌生男人怎么能……可惜我完全抓错了重点。
他说什么了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有没有用剑威胁你？没有，他的事儿咱娘俩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去看看他醒了没？醒了让他快走。我又跑到西厢房去，白衣裳暂且先这么叫他吧，头下面枕着他那把剑，睡的是正香。我瞧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意思，从床底下翻出一本书来开始念。秀才教我的字不多，遇着不认识的字就用圈来代替。学而圈习之，不亦圈乎？有圈字圈方来，不乐乎？如此念了半刻钟，床上的人叹了一口气，终于忍不住道：你拿过来，我教你念。白衣裳，你醒啦！你这样念书，想不被吵醒很难。事实上，白衣裳根本走不了。他伤得不轻，若不是这样，他也不会要我搀着才能快速离开那条小路。问题是，他不走，我和娘住四方小院，怎么能藏下一个大活人？况且还是个男人。这个问题很好解决。白衣裳把他的剑又拔了出来，表示他虽然伤得很严重，但取个把条性命还是易如反掌。阿娘和我没话说了，只想着把这尊大佛赶紧治好，快快送走。金创药嘛，哪家哪户都备着点儿，缺的是止血药。说话间，白衣裳后背的伤又渗出血来。你去本草堂找崔大夫要点止血的。好端端的，我怎么要止血药吗？笨，就说你月事20天了还不干净。此话一出，空气骤然安静。良久，白衣裳咳了一声，我回过神来，脸上蹿得通红，一跺脚跑了。我叫赵似水。我觉得这大概是个假名，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戴面具的人给你说他的真名吧。不管怎样，白衣裳总算有名有姓了。我端个小板凳，坐在他旁边，圈圈复圈圈的念书。等他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扶着额头坐起来，再教我1、2个字。很快我们发现，我们孤儿寡母2个弱女子，凭什么养你一个老爷们儿？你穿戴这么好，给个玉佩扳指什么的，我们出去换点钱再给你养伤。赵似水说，他身上这些东西都大有来头，随便一样拿出去，东西上午到的典当行，下午他的仇家就能杀到我们小院。不仅如此，赵似水还强烈要求让我们把他的内身血衣烧掉，再把他身上那些个玉佩埋在院子里的树根下。这一下相当于是躺在金山上要饭了。娘在院子里推石磨磨豆子的时候，时常用一种杀人般的凶狠目光盯着那树根，几乎要用目光将树根凿穿。阿娘心情不好，连带我干什么都要被骂，伤筋动骨100天。要是赵似水在我家住100天，我岂不是要连着被娘骂100天？这也太可怕了！天天喝豆浆不行，还是给他弄点骨头汤吧，好快点，让他赶紧走。于是我把自己多年私藏下来的铜板尽数翻出来，开始每天去张屠户家给赵似水买骨头。我趴在床边看赵似水喝骨头汤，他每咽一口，我就在心里记上一笔，1个铜板，1个铜板，2个铜板，3个铜板。要不你也喝点？你说咱俩在这里喝骨头汤，娘在院子里喝豆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于是奇观出现了，我和娘2个弱女子养个拖油瓶，日子反而越过越敞亮，家里天天都喝骨头汤。半个月过去，我摸着肚子上新贴的2两肥拍，若有所思，娘说的果然没错，肉就是比豆腐好吃。天天喝骨头汤也带来一些新问题。之前秀才天天来我家铺子上买豆腐，我误以为秀才对我有意思，现在换我天天去张屠户家买肉，他儿子张大牛该以为我对他有意思了。今日去买铜骨，大牛哥多给了我2条骨髓，我可能要嫁人了。你要嫁给谁？嫁给大牛哥。大牛哥又是哪位？于是我开始从头给赵似水讲，我讲张屠户，讲秀才，讲春风楼的如意，讲我情窦初开又猝然死去的爱情。你说如意真就那么好看吗？是不是男人都喜欢那款的？你好好看看我哪里不如如意了？你就是不识货，都怪你！你把我吃穷了，你赔我粉色纱裙。隔天我买铜骨回来，赵似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人却不在家，大早就不见人，大概是走了。我心下大喜，吃干饭的终于走了。我把赵似水用过的被子拿去井边洗，一边洗又觉得惆怅。赵似水花了我那么多铜板，怎么能不告而别？小没良心的。我回院子里没滋没味念了一会儿书，有几个字不认识，好气。要是赵似水在就好了，他走了以后我去哪里问字？早知道就不该救他。我一边骂一边去院子里推石磨。有病啊！大晚上推磨，让不让人睡觉？有病就是有病，都怪赵似水，我看他才是有病。这样骂着，院门嘎吱一响，一个瘦长人影走进来，正是赵似水。你回来啦？你还知道回来？不回来怕你骂我有病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春风楼瞧如意了。啊？有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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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扭着我的双臂将我转回去，又把手里的包裹塞过。照我看，如意还没有你一半好看。喏，你要的藕粉色纱裙给你买回来了。我呆呆抱着怀里的包裹，只觉耳边轰然一响，那是我的心跳。喜欢的样子有1800种。从前我喜欢秀才，巴不得他天天来买豆腐。现在赵似水天天住在我们家，我又希望他不要总是出现在我面前。原因很简单，赵似水这样的人我把不住。他会用剑，他会功夫，他的一块玉佩或许能买下一条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林小小，你真是没出息，一条藕粉色纱裙就把你给收买了。我们家吃饭2条长凳，阿娘长得胖，她自己坐一条，我和赵似水坐一条。
从前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坐在赵思水旁边，总感觉是他是捆柴火，碰不得，一碰就烫人。去，别挨着我。那我去哪儿？林小小，你干什么跑那么远？我磨碰蹭走到赵思水旁边坐下，隔他老远，半个屁股都悬在外边。赵思水什么也没说。赵思水，你故意的！怎么如此不小心？哎，我都没注意到你竟然坐得那么远。你瞧瞧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快坐过来些。如果不是他嘴角掀起个压不下去的弧度，我就信他是真关心我了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啊！恨他！我打开书，圈。赵思水坐在旁边悠哉悠哉地喝茶，我恶狠狠瞪他一眼，合上书，跑到院子里绿豆家去了。家里面到处都是赵思水，西厢房里是他，灶房里是他，院子里还是他，只有铺子里没有他。我只好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铺子里面。我卖豆腐，我一天到晚都在卖豆腐。啊！我真是讨厌死赵思水了！我是哪里惹到你了吗？你说呢？呸！人家王春花都要嫁姑娘了，你看看你。听说他家姑爷在衙门里当差，你一天到晚你穿的这是什么？一点女人样没有。你去吃酒，就不能打扮打扮给娘正脸面？我又不是新娘子，只是去吃个酒，为什么要打扮？况且我扎个裤脚还不是为了方便推磨。你不是新买了条裙子吗？你就穿那个去。哼，我陶冬梅生的姑娘。不是我买的，是赵……赶紧去给我换衣裳。藕粉色纱裙果然好看，但因为是赵似水买的，我穿在身上哪都不得劲儿。老娘才不管我得不得劲。酒席上，一群大婶围着我，叽叽喳喳叽叽。老娘高谈阔论，左干一杯，右敬一杯。太阳从西边落下去，我扇着喝高了的老娘，提着吃剩打包的一条鱼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。小小，我转回去，是张大牛。大牛哥挠头，眼睛直往我身上瞄。嘿嘿，是你和陶婶啊！我远远看着都没敢认。小小，你今天打扮得真好看。看见张大牛，老娘立马不醉了，找了个借口把我推给他，一溜烟走了。大牛哥嘿嘿两声，搓搓手，我也嘿嘿两声，搓搓手。小小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我知道你已经说过一遍了。大牛哥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，紧紧拽着我那半条鱼，嘿嘿来嘿嘿去，就是不说走。要不进去喝杯水？好啊。大牛哥应答得飞快，眼看院门就要被他推开。我突然想起，坏了，家里还藏着个赵似水呢。我一下子窜上前去，堵在门口。我家烧水的锅坏了，今天实在是不凑巧，改天，哈哈，我亲自送2壶开水到你家去。好不容易打发走张大牛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反手推开门。只见月光下，一个漆黑的影子静静站在门背后，唯有一角银面具揭示着他的身份。吓死我了！赵似水，你有病吗？站门口不出声！我白了他一眼就要回去睡觉，赵似水却突然反手把我摁在墙上。你躲我，还穿我送你的衣裳，出去和张大牛逛街。我没见过赵似水生气，但我觉得他现在有点生气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这条裙子是他买给我的不假，既然送给我，可不就是让我拿来穿的吗？况且今天出门前，他也看到我穿这件衣裳了。再说了，我是穿出去吃酒，娘叫我穿，我才穿的。赵似水按着我的手紧了紧。你说话。我十分艰难地把那条鱼提起来，凑到赵似水眼睛面前，讨好的笑笑。那什么，你吃鱼吗？一条鱼剩下半截鱼骨头，怎么看也和特意带回来不沾边。赵似水不理我了，我也不想理他。今天怎么没有骨头汤？你没去买肉吗？喝什么骨头汤？喝2壶开水就好了。对，娘，你帮我烧上2壶水，我待会儿送去大牛哥家。赵似水猛地站起来盛饭，我猛地摔在地上，不疼，就是想哭。赵似水蹲下来想拉我，我拍开他的手。我家这条扁担不好。咱家哪里有扁担？为了不同赵似水这个讨厌鬼碰面，晚上娘来叫我吃饭，我说不吃，只在铺子里灌了自己2碗凉水。半夜我从梦中饿醒，摸一摸饿扁的肚子，大骂一句赵似水混蛋，认命的起床去灶房找找有没有剩菜。月亮偷藏在乌云背后，院子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唯有一星灯火让人心安。一星灯火，那是赵似水的屋子，大半夜不睡觉做什么？我蹑手蹑脚摸过去，躲在墙根下，偷偷扒着赵似水的门缝。赵似水背对我站着，一个黑衣人跪在地上。的事情属下都已经办妥，是谁？黑衣人耳尖一动，足尖点地，瞬间如魅影般掠出。我什么都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人掐住了脖子，摁倒在地上。我紧紧抓着掐在我脖子上的那只手，艰难地望向赵似水。放开他！掐在我脖子上的那股力道消失了，我无力跌落下去，被赵似水一把接住。
那个黑衣人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如同他从未出现过一般。我窝在赵思水怀里，猛烈地咳嗽起来，委屈、后怕、震惊，数种情绪一起涌上心头。吓到了吗？我点点头，不怕，没事了。我刚觉得赵思水是个好人，就见他把我放在床上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走了？赵思水就这么走了？他的人刚刚差点杀掉我，脖子上的痛还没有消掉。我看着空洞洞的房门，王八蛋赵思水，白眼狼赵思水！你哭什么？狗才喜欢你，喜欢狗都不喜欢你。我刚刚去给你煮了个鸡蛋。烫。你王八蛋。你滚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这个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个王八蛋，第一次见面你就用剑威胁我，你还故意让我摔跤，你不让我吃饭，你甚至还想杀我。因为我舍不得你，还有我没有让你不吃饭。我十分震惊地望着赵思水。林小小，能遇见你真好。因为一句林小小能遇见你真好，我轻而易举地原谅了赵思水。日子重归平淡，我们仍旧一起喝谷物汤，一起坐一条板凳吃饭。可我知道赵思水大概要走了，他的伤在肉眼可见的变好，我帮他换药，揭下纱布，后背已经长出粉色的新。我要走了。什么时候？明天一早。陶婶儿，院子里埋的那枚玉佩作为信物，每个月可在汇通钱庄换50两银子，叨扰数日，在下不胜感激。50两银子，我和娘1年都用不完，而赵思水说的是每个月50两，我救了赵思水命，换来一辈子衣食无忧。赵思水白吃白住时，娘总是对着老树根念叨，现在泼天的富贵砸上来，他却不为所动。我只要我和小小平安，这是自然。落日最后一点余晖映在天际，隔壁养的公鸡不合时宜地开始打鸣，屋子外面有孩童嬉戏。这是西巷，我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的地方。赵思水忽然侧目，跟我走吗？我出神地望着天际，一群麻雀落在屋檐上，在啄屋檐上的青苔吃。你留下来吗？赵思水没说话，过会儿轻轻拍拍我的脑袋。我想这约莫就叫做相忘于江湖吧。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索性爬起来搬了把椅子到院子里去纳凉。星星真多啊，1颗2颗3颗，就像赵思水住在我家1天2天3天。哦，不对，他马上要走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闷闷又想了一遍，赵思水要走了。有病，有病。我有病。睁开眼睛，赵思水半蹲在我面前，他没戴面具，看见了他的真容，长眉微挑，眸中寒色皎皎。许是面具戴久了，他比旁人白上许多，融在夜色里，犹如云间月，月中仙。你真该去春风楼挂牌唱戏。行啊，初一15，你来看我吗？想什么呢？半夜不睡觉。你不也没睡？小小，秀才为了救人被打死了，你想给他伸冤吗？我原以为他是来同我道别的，自然是想的，可打死他的是世家公子。一律杀人偿命，这事交给我来做。世家大族倚仗权势，素来在京中横行霸道。公子哥是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无论如何也得罪不起的存在，在赵思水眼里，替秀才伸冤却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个人已经不是同我一起抢骨头汤喝的赵思水了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他忽然来了兴致，从背后圈起我的手，在沙地上开始教。赵思水教我写过很多字，大部分时候我端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，学得不好时，他就用书敲我的头。往后今年念念不忘便是这日。小小，我的名字叫做沈兆。沈兆走了，一走就是大半年。半年里，京城发生2件大事。第一件事是个命案，说是有位世家公子当街强抢民女，凑巧被微服私访的皇帝瞧见，天子脚下竟无王法，当场叫人彻查，发现公子哥跋扈，上一回甚至打死了人，是个秀才，一个学识过人却屡试不中的秀才。杀人那位公子哥被依法判处死刑，公子哥的副户部侍郎为祸，官将3秉，涉嫌包庇及玩忽职守的官员，通通革职查办。此事一出，百姓无不拍手叫好。第二件事是件喜事，陛下立皇二子沈兆为太子，崔熹瑶为太子妃，待即日完婚。那日我提着菜篮子站在皇榜粘贴处，看了许久。赵思水是沈兆，沈兆是太子，赵思水是太子，赵思水要娶老婆了。林小小，魂丢了你！我放下空篮子，拎上一壶酒，出了门。穿过长长的街，到东头是秀才家。秀才家生着炊烟，门口支着个架子，上面晒满衣裳，墙角处放着个接雨水的瓦罐。这里已经住进新的人家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。拎着酒壶茫然四顾，兜兜转转，又来到春风楼。我觉得春风楼真是很神奇的存在，天阴也好，下雨也罢，这里永远私厨不断。原以为守门的小厮又要撵我，姑娘您来了。万万没想到，一个丫头远远看见我就迎出来，说他家姑娘已经恭候我多时，自然就是如意了。今天不是初一，也不是15，不用登台献艺，只是手臂上戴个白绣圈，见我神情惊异，如意杏眸低垂。我在为他扶丧。是秀才吗？说起来也许你不信，
我并不认识他。那秀才不是白死了吗？他每逢初一十五都来看你。我貌美又有才名，初一十五来看我演出的人一直很多。我没话说了。那天韦公子逼我陪他喝酒赌钱，输了就要当众唱那些不堪入耳的曲子，还要把我的琴砸了扔到楼下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如意瞧出我的震惊，仰口咽下一杯酒，淡然道：不必为我生气，我们这些卖艺的女子，在他们眼里本就和物件没什么两样，况且那天我并没有受辱。我在房间里面被韦公子灌酒，勉力支撑时，由韦公子的仆人来禀，两人耳语几句，韦公子大骂晦气，摔门而走。第二天我才晓得出人命了，有个人为我死了，我连他姓甚名谁，叫什么住哪里都不知道。一直到那天你来找我，我才晓得为我死的是个秀才。我默然无语，我原以为风月场里的人都薄情，可没想到原来是这么故事。良久，我喷下一口酒，舌头上又麻又辣。这个世道不好，你想离开这里吗？我赎你出去。如意先是怔住，眸子微微一转，凝在我身上。他眨了眨眼睛，似乎觉得这件事情太荒唐。我晓得你同情我，咱们都是女人，可你不必。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我只是个卖豆腐的，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可能就是这身衣服。可是赵四水每个月给50两，我和娘都没去动过。多少银子？你说。3000两。我这些年已攒了一些，加上客人给的首饰，不差多少了。你不用管我，我再攒一攒就好了。还差多少？1800两。我闭上眼睛盘算一二，咬咬牙道：收拾东西，3日后我来接你。我把那块玉佩挖出来，拿到汇通钱庄。掌柜的忙着拨算盘，眼睛都没往我身上看，就叫伙计去取300两来。不要300两，我要1800两。掌柜的手顿在算盘上，抬起头看我，我缓缓把玉佩递过去。玉佩当给你了，换1800两，一次结清。面上看着挺像那么回事，可只有我晓得，其实我心里没底得很。1800两怎么看也不是小数目。幸来掌柜接过玉佩，对着光照照，没再说什么，厉厉了一挥手，叫伙计去拿银票出来。我揣着1800两银票回家，心脏狂跳，一路形同做贼，只怕有人跟着来抢。一直等到天黑了，才敢从枕头底下翻出来，借着油灯细细的看。别再数了，你都数了8遍了。一声轻笑从窗外响起，我毫无准备，惊叫一声，猛地站起来，正准备再叫第2声，嘴已经被人捂了起来。嘘，我是赵四水。赵四水的手修长有力，他扶着我的肩膀，心跳沉稳，一下下响在耳边。我沉寂1秒，觉得受到更大的惊吓，张嘴咬了下去。半炷香功夫后，我端个小板凳坐着，看赵四水黑着脸用纱布缠手指。许久没见，赵四水居然更清瘦了一些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的玉佩半年没用过，一用就是1800两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也是。你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没事，就是打算把如意接出来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她很可怜，而且我想和她做朋友。上次你不是这么说的。女人的事情你少管。你知道我有多忙，怕你有事特意来看你，天底下也只有你敢这样同我说话。他不提还好，这一提我骤然想起来，眼前这人已经贵为太子，还要娶媳妇了。还没有恭喜你，双喜临门。与此同时，房门猛地被推开，我娘提着一把菜刀站在门口，同我们大眼瞪小眼。我娘说她听见我尖叫了，她还说听见我屋里有男人声，她提着菜刀要来与贼拼命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个贼是赵四水。命数这种东西，起承转合总是这般神奇。我娘还有赵四水，居然还能有一日
坐在一起围炉煮茶。你如今在哪里谋生？我如今在衙门里当差。须知我娘生平对我未来的展望，第一条便是找个在衙门里当差的姑爷，第二条才是去隔壁张屠户家做老板娘。果然，此言一出，我娘瞬间客气起来，手上正扒皮的红薯本来要自己吃，现下手腕一转。陶婶平日里瞧你就有出息，当的什么差呢？接过去，把红薯上的灰拍干净，又递给我。一点小差事罢了。我坐在旁边吃红薯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大抵是赵似水今日没戴面具，且穿得人模狗样，我娘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会杀人这件事。那可有婚配？家中兄弟几个？双亲可还健在？娘，你问他这些干什么？问问怎么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娘又不是问你，人家赵似水都没有不高兴，你不高兴什么？陶婶既然想问，在下自然样样都要说的。家中双亲健在，兄弟3个，我排第2。至于婚配嘛，暂时还没有。好一句暂无婚配，我看那告示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他明明都要娶媳妇了。可是林小小，你又在生气什么呢？气他骗你娘，还是气他要娶媳妇了？他总要娶媳妇，不娶个漂漂亮亮的官家小姐，难道还要娶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吗？想娶个什么样的？自然是娶个情投意合的。我丢下一句吃饱了要去睡，站起来就走。等走出来，才发现我本就在自己的卧房，家里能睡人的除了娘的屋子，剩下的就是赵似水那间西厢房。我心中长叹，到院子里的石阶上坐下，月色如露，我看了会子星星，把头枕在双喜之中。赵似水走后这半年，张大牛对我热情依旧，我不再去买铜鼓，可他家上好的腰牌总是一斤一斤往我家里送，搞得我都不敢路过他家。娘总催我，算年纪我也不小了，早该嫁人，可我不想嫁。我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会想起赵似水在沙地上教我写字。沈赵的赵，我写的比林小小的小还要好。不晓得过了多久，身边坐了个人，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赵似水。我知道你看到了光告，我父皇给我定了个太子妃，这婚事不是我自己挑的。我埋着头没说话。皇子联姻，公主和亲，生在皇家，很多东西都是身不由己。他把我的头从膝盖里薅出来，指腹抹去眼角泪痕。哭什么？我不会娶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她。那你喜欢谁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我惊讶地瞪大了双眼，想了想，说道：不喜欢，我喜欢赵似水。我就是赵似水。你做沈赵就不是赵似水了？赵似水能娶你，难道沈赵就不能？你是想让我做个外室吗？我们家虽然穷，可我不做外室的。你为什么要做外室？我说的是娶，你没听明白吗？我想你做我的妻子。他的妻子，可不就是太子妃，将来要做皇后的，这太荒唐了。琴棋书画我一样都不会，怎么配做你的妻子？琴棋书画，宫里自有名家，我的妻子不需要会这些。我刚刚才同你娘讲，想娶个情投意合的，难道你没有听见？自然是听见了，你喜欢我，同我讲这些，我心里很欢喜。可是做太子妃我不行。俗话说，有多大的锅下多少米，我只是林中小鸟，进皇宫这样大的事情，我还没有这个本事。况且皇宫里的规矩我一点不懂，你娶了我，只会叫别人笑话你。皇宫里最不缺的就是懂规矩的人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笑话你。你说你是林中小鸟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你以为嫁给我需要会琴棋书画？我听呆了，懵懵懂懂道：照你这么说，我做皇帝都可以。沈赵一下子笑出来，大言不惭，简直放肆。所以啊，咱们俩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是天上月，我是人间泥。你说你想娶我，我听过，欢喜一场，到这里梦就该醒了。你知道秀才为什么屡试不中吗？秀才？我不知道沈赵为什么突然提起他，但我还是实诚道：不知道。我看过秀才的答卷，针砭时弊入木3分，但他考不中。再来5回，他依旧考不中，因为他不是世家。倘若他出身士族门阀，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官至3品了。当初刺杀我的也是世家，他们怎么敢？他们有什么不敢？士族横行，甚至左右皇权，寒门学子没有出路，朝廷没有人才可用，推行新政，我势在必行。小小，
这次订婚是为安抚世家，我有难处，旁人不懂我，但我希望你能懂我。会很累吧？我站起来，拔起腿往灶房走。你去哪儿？熬骨毒汤给你喝。我上次夜里回家，领回来一个血淋淋的白衣服，这次夜里回家，领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我娘见到这么个天仙似的美人，手里的簸箕没端稳，豆子洒了一地。从前赵四水在，我娘每天指桑骂槐，如今如意来了，我娘整日笑得合不拢嘴，只因为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在我家守铺子，10里8乡的俊兄头都抢着来我家买豆腐。每日收了摊，如意便教我写字。如意耐心好，人又温柔，赵四水没教会我的，如意一一讲来。教完写字，他又教我文章和作诗。他仍旧带着白秀欢，睡不着的时候，他就点着灯来我房里，让我讲一讲秀才的事。日子要往前看，不能老想着秀才。想为秀才守节3年。3年以后呢？不会嫁人了。有没有心上人？没有。小小，我真羡慕你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又有才气，我羡慕你还来不及。我在青楼这么多年，早就不相信男人了，好不容易信了一个，那人却又死了。小小，去和你的心上人在一起吧。我的心上人，他是天上的风筝，只有一根线在我手里，我一想到他，就觉得好不踏实。风筝总会收线。小小，你是勇敢的女孩子，不要怕。春末，皇帝驾崩，沈诏登基，推行新政，改科举。他很久没有来，我猜皇宫里面大概已经忙得翻天覆地了。我不知道能帮到他什么，只好每日去兰香阁听读书人论道。说来也算传奇，教我写字做文章的，一个是当今天子，一个是京城花魁。这便好比一个人不会做菜，却吃过好肉。依我看，兰香阁里大部分读书人高谈阔论，内容却如空中楼阁，只有一人好坐角落，寡言，偶尔说几句。这人好像穷得很，衣上打着补丁，靠替人写家书挣2个钱。看见他，我就想起秀才，这人叫顾清言。我观察了他3天，整整3天，他每日只吃1个馒头。第4日，我坐到了他的面前。姑娘要写家书，什么内容？是口述，还是在下替你润色？不写家书，我是西巷卖豆腐的，我家的豆腐很便宜，只需1文钱，若是初中15还能免费送。难堪、错愕，各种表情从他脸上一扫而过，当即我就晓得自己做错了，只是想要后悔已经来不及。大丈夫不吃嗟来之食，多谢姑娘美意。想把赵四水每个月给的50两银子拿出来，再盘个铺子，专门给吃不起饭的读书人吃饭。娘不同意，一个赵四水，一个如意，我管的闲事已经足多。50两银子埋在树根也不会发芽，拿出来用却可以喂饱很多人。我们都是穷人，自己不帮自己，难道还等着别人来帮吗？做这种事情，我们几个女人抛头露面不合适。可巧，我有现成的人选，我用芭蕉叶包上3块豆腐，并半碗豆浆，再去找到顾清言。顾先生，先别走，你说不吃嗟来之食，我给你道歉。如今我有个差事想顾你，你接不接？顾清言不愿意，我用言语激他。怎么，先生空有治世之才，一家小小的饭堂却治不下来？顾清言答应，我们的铺子就这样凑凑合合开下来。顾清言主外，又另外雇了2个大娘，我们把菜价定得极低，肉菜只在初一15那天有。如此一通筛选，就真是吃不起饭的读书人了。读书人心气高，菜价低，也怕他们不来吃，打个以墨宝换餐食的幌子，每个月去钱庄领50两银子，总归心里不踏实。我同如意商量，最后决定再开个首饰铺。她长得好看，又当花魁那么多年，最知道如何打扮，由她画花样子，我出去找材料回来做。我们不做金银那些贵玩意儿，就做些闪闪发光亮眼的小东西，诸如蝴蝶簪子、耳坠之类，我能说会道。再加上如意这个赛西施做活招牌，倒也颇受喜欢。1月下来，竟也能挣20-30两。这些钱我和如意对半分，留出来一份给阿娘养老，另一份给学认字的女孩买些笔墨吃食。天气渐渐热起来，我瞧着顾清言那身破衣烂裳实在碍眼，狠心掏出我被赵四水吃剩下的那几个私房钱，给他织了2身新衣裳。要不说人靠衣装，顾清言换上这一身宽袍广袖，娘是看见个好看就要看的，又是那像3样剧。可有婚配？家中兄弟几个？双亲可还健在？你眼光真好。我尴尬的恨不得立马捂住我娘的嘴。顾清言红着耳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道：意中人有一个的，只是还没去说亲。顾清言向来清高，此话一出，我着实没想到是哪家的姑娘。是个好人家的姑娘，等我明年高中就去娶她。夏日较短，半梦半醒间，
我恍然瞧见床边坐了个人，长眉微挑，鸭睫下缀着一粒小痣。我冲他笑笑，他也冲我笑笑，替我捏一捏背标。我惊觉这个好像不是梦，从床上跳起来，又被他按住，重新塞回被子里。再睡会儿。沈照没有点灯，袖袍跌在我榻上，像一个旖旎的春梦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明天不上朝吗？上，看你睡会儿我就走。所以啊，咱们小声些，别叫娘又拿着彩刀来找你剜命。沈照莞尔，然后合衣躺了上来。他好像真的是累极了，结下2片乌青，躺上来不过几个呼吸便睡着。我从床边上坐起来，借着一点星光的眉眼，也没躺多久，只不过半个时辰，沈照就睁开眼，安静地看着我。这时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，我一直盼着他来，见一面的时间太短，几个眨眼就会飞走。你是不是长胖了？谁胖了？你才胖了，有病！我可能真是有病，就喜欢被你骂。我竟然从这笑里瞧出2分寂寥来。他父王刚走，他即位，来不及悲伤，就要身边怕是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。我遇见了一个人，叫顾清言，很有才，以后朝堂上的事，他或许可以帮你。记下了。送走沈照，我分神注意着娘内屋的动静，却不凡。院墙拐角处悄无声息立着一个人，我几乎撞到他。瞧清这个人是顾清言，不晓得他为何出现在此，又究竟看到几分。可顾清言终究是个寡言的人，他只是朝我笑笑，道了一声早。早。这种事情他不说，我也不好主动去问，只得由此作罢。来年春未，顾清言高中榜眼，沈照破格提拔他，不到1年便官居4品，成了推行新政的左膀右臂。8月，沈照在行宫中毒，生死不明，消息被首府压下，是顾清言偷偷告诉我的。我手里的钩针扎进肉里，浑然不觉。我能去看看他吗？宫禁森严，除非有信物。5天后，他带回消息，沈照醒了，是崔西瑶衣不解带照料的，他不是良人，忘了他吧。我知道，可我忘不掉。你给我站住！这年我18，阿娘天天追着我嫁人。顾清言来解围，笑着说：“陶婶别急，我养他一辈子。”话音刚落，院门被推开，沈照站在阳光下，大病初愈的脸色苍白，目光却灼灼地锁着我。陶婶，我今天是来提亲的。阿娘嘴里的瓜子掉了一地。在下爱慕小小，想娶她为妻。至于聘礼，在下前思后想，觉得只能以国为聘。以国为聘是啥意思？就是把整个衙门给小小当聘礼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崔西瑶的事都是假的，我从未想过娶她。我不是因为她。沈照，你是皇帝，心政不稳，世家虎视眈眈，娶我这个卖豆腐的只会给你招来更多麻烦。我不能成为你的软肋。我往下走99步，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往上走1步？等你真正站稳脚跟的那天。阿娘，沈照是当今圣上。当晚，顾清言提着人参来看阿娘，我在灶房烧火，眼泪止不住的掉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好歹？确实，我又要升3品了。23岁的3品员，你听说过吗？我一愣，是皇上一手提拔的，他早就为你铺路了，怕你进宫被人欺负，想让我做你的娘家底气。他面对的阻力远比你想象中更多。小小，如果我现在向你求婚，发誓一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兄长，你很好，可是……你看，你心里只有他，去吧，别留遗憾。兄长拼命做官，就是为了做你的底气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世家已经动了杀心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拖他后腿。等他平定了世家，我自然会回来。天蒙蒙亮，我留下书信，嘱托顾清言和如意照顾好阿娘，独自背上行囊南下了。这一走就是3年，我走遍大江南北，最后停在江南一个小村子里，教村里的女孩们认字。我教她们的第一个字，永远是我。3年里，京城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：沈照减免苛钻杂税后农桑，严惩贪污；世家狗急跳墙发动兵变，被顾清言率军平定；崔氏倒台，婚约彻底作废；沈照登基6年未娶，坊间都传闻他喜断袖。
我收拾行囊回京，走到离京城最后一个驿站时，深夜被隆隆的马蹄声吵醒。推开门，外面乌压压站了一队人马，当先一人穿着明黄寝衣，头发散乱，显然是刚窝里爬出来就赶来了。沈照踉跄着扑过来，紧紧抓住我的肩膀，生怕我再飞走。我们说好了再谈谈，你为什么一走好几年？连封信也没有。你大半夜不睡觉，真是有病。不过2只大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就跟你回去。准备好了，不止2只，整个天下的大雁都给你。远处，顾兆言穿着紫袍，牵着阿娘和如意的手，笑着朝我们挥了挥手。月光洒下来，温柔地笼罩着这迟了3年的重逢。往后余生，烟火人间，帝王与豆腐西施，终得圆满。陛下，首府带着百官在太和殿等你上朝呢。急什么？等我帮皇后娘娘推完这磨再说。沈照，磨都推歪了，再偷懒，今晚没你的豆腐吃。